内事不决干蓝白，外事不决干阿共。NP 马维拉还一度怀疑说是不是林佳龙故意要拆赖清德的台。有些什么道理？在还没有飞出前就在吹牛说什么10几个非洲元首都在等着要欢迎，怎么可能？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推给大陆打压。那讲难听一点，我们选你出来干什么？如果一个公司总经理什么事情都说其他的公司打压，那我直接把总经理换掉就好了嘛，因为你无能嘛。如果你民进党真的那么无能，那就换人做案看好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外交是这样，你做了之后再宣传，而不是还没做就宣传。真的觉得是趁赖清德趁你病要你命。对，周一蔻这么用力的骂林佳龙，我也觉得怪怪的。这个题其实我没有想到会烧得这么严重的。这个是之前斯瓦蒂尼的国王恩索瓦蒂3世来到台湾的时候，跟赖清德见面的时候，这是你第一个国台办这一次很凶，而且很有意思是记者会上竟然允许记者用写那个总统府秘书长赖清德总统这种说法。来，我们看一下这段影片。请问发言人，毕竟赖清德他是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毕竟台湾大多数的民众也都认同中华民国，国际上限缩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陆方是否会担心，反而把台湾人民往反方向越推越远？首先，我要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总统。昨天晚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他说，这个赖总统暂缓出访，台湾没有什么总统。有关赖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受阻，我在此重申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总统。一般很少看到大陆这边国台办会开放让记者用台湾的正式头衔来提问，一般都是遵用大陆的标准用法规范，而且都没报记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有点奇怪的是，因为国台办这个单位在大陆他们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他们比较重要的这个工作单是希望能够促成两岸能够更加的对话、融合跟交往，所以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上，应该是要以减少分歧为一个重点。所以当然，我们驻大陆的记者也通常也知道说，在这种记者会的场合，应该是要求同存异。所以我过去看到的记者会上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当然，历史哥的怀疑我也不知道是否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是说，两岸的问题就是出在于政治分歧。就像是大陆的朋友到我们这边来，他们不会一直强调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拿着5星旗，然后去彰显说世界上就有一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会的，因为两岸现在双方从1949年之后割海分治已经70几年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目前的问题就存在于政治分歧嘛，但是在其他的除了政治分歧之外，有许多更多同的地方。包含民间的需求啦、观光旅游啊，甚至于就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历史乃至于血缘的认同感包含我们常常讲的嘛，大家都是一样过一样的年，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菜，拜一样的神明。所以目前我的认知是说，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或者是民众党也是希望这样，就是希望两岸能够尽量朝向同的地方去，大家去对话跟发展。那异的地方就是大家政治分歧的地方。大家可以妥善处理，或者是说也不用刻意去强化。所以其实是基本上我会认为说，在国台办记者会这么多次的出现中华民国总统这个事情，我过去是真的没看过。因为通常你也知道会在大陆的国台办记者会发问的都是驻京的记者。那驻京的记者通常来讲，第一个他大陆同意他在京驻点嘛，基本上对这个媒体或对这个记者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认可过了。第二个就是说，大家都是有一定的规范，是说我们既然有政治分歧，所以我们在你们这边。我们尽量不要去凸显我们双方的一些分歧点，所以有经验的驻京的记者应该不至于会用这样的方式。以大陆官方的立场来说，那当然我们就说一中各表。在大陆官方的立场，那当然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大陆官方毕竟国台办就是直属中央的单位，他不会去承认台湾的赖清德总统这个头衔，他不会承认这件事情。可是奇怪的点在于说，过去这么多年来你说蔡英文也好，赖清德也好，民进党总统当那么多年了，那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一些驻北京的这些记者在提问的时候，都会有意的避开。那国台办也不需要去否定，所以的确很奇怪啊。过去这么多年，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就不要去提这个词，已经有默契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在这一次的国台办记者会上，而且有好几个记者使用了赖清德总统这个词？那国台办毕竟是官方单位啊，他当然也必须，他也不是说恶意，当下也没有要打压，对不对？他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
既然你提了，那他就必须官方的责任就是说，那我必须要否定这件事情。只是说我还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一个相处多年的默契，在这一场国台办的记者会上好像被打破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一贯以一个中国原则来对待台湾对外交往问题。会不会是国台办就事前先跟你说，等一下你们如果要问这一题啊，你们可以用你们那边的官方职衔但是我这边我会做出回应，是不是有先打过招呼？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往后延伸的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刻意安排，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过去你说台湾在国际上我们的外交受阻被打压什么的那当然有一些大陆官方去施压，这个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嘛。可是呢，在对答的时候，我们不用去提这件事情。如果说今天我刻意的要去挑起这件事要否定，那是为了什么？你说给这个所谓的台独势力一个教训吗？不至于啊，因为我只要说这个我反对这个台独，反对分裂主义，反对这些有心的这些第三势力的这个煽动，或者说美国什么什么之类的，你都可以去讲。为什么要特别打一个招呼，让你们把那个总统职衔讲出来，我再去否定总统的职衔？我相信大陆官方一定也知道。我不管你今天否定的是所谓的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或是中国总统不管你否定哪一个，我必须说赖清德的确是我们现任的领导人，那他的正式的职衔的确就是总统。那你国台办只要去否定这件事情，你们一定也会知道，在台湾我们台湾社会上也一定会有一些人不尽然都是绿的，甚至会有一些中间选民还是觉得很反感，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今天没有统没有独我就觉得赖清德就是我们的总统你大陆那边来否定我们赖清德就是总统你们就是把我们台湾当做你们的一省，是不是？对不对？有一些中间选民看到你在否定我国总统的职衔，我们心里会不舒服。不太认为国台办会这样做，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当然，第二种可能是因为赖清德出访受阻，那当然在第一时间，包含也许许多人都是群情激愤嘛，那这样的情绪是不是感染到在京的这些记者？他们觉得说他们要问的话，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问。可是明明知道这样回答，国台办发言人一定要用强烈的语气回答，这是他的责任，不然他就失职了。他必须是官方嘛。那这样的回答方式，刚刚师兄也讲，是伤感情的方式。是啊，有一点大家去抵消了我们最近推动两岸交流的这种努力。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努力的去做两岸交流，是因为我知道说两岸本来就不容易，因为我们有政治分歧没有办法解决，加上民进党执政，现在赖清德要搞台独、新两国论的路线，搞到两岸那么紧张嘛，所以今天郑丽文也好，中国国民党也好，我们也好，努力就是想要推动，至少在民间或者是在政党之间的交流，能够降低这种尖锐的对峙，也希望能够大陆能够更多听听台湾渴望和平、希望交流这些人的声音，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我觉得就像郑丽文或者是我们发言人有许麟讲一样，我们大家来问题摊开讲清楚，我们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要接受民进党的情勒吗？对，说实在话，我常常做个比喻，我说今天我们都是老板，我们都是中华民国国民，国民是头家了哈。今天我们是老板，结果我们这个公司叫中华民国嘛，我们以前雇佣了2个总经理，一个叫马英九，一个叫蔡英文。好，虽然蔡英文跟马英九是属于不一样的流派，可是至少他们2个都成功的访问了斯瓦蒂尼。那为什么赖清德你没有办法访问斯瓦蒂尼？结果你告诉我中共打压，就像是你用了总经理告诉你说我今天业绩比我前2个总经理差，是因为别的公司打压。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接受他的说法吗？我不会，我会说是你无能。为什么另外2个总经理做得到，你做不到？就像是郑丽文主席讲的，何以自知？你今天不是你赖清德推动台独路线吗？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嘛，林佳龙，你为什么在还没去之前你就大张旗鼓去讲没有达到什么样的外交成就，在还没有出发之前？然后自由时报头版头，总统府或者是国安高层又会发话说赖清德要去破除一中论述，你这个就是觉得你是把一个单纯我们要去邦交国的一个行程，把它搞到你是要去呛大陆嘛，呛大陆的所谓的他们的一中的这个原则嘛，或者是你又没那个实力，所以我的感觉是说外交很辛苦。我待过政府，我知道我们外交人员第一线的外交人员，特别是非洲只剩下一个邦交国，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还有3个，现在只剩1个，这个时候在非洲的外交人员是多辛苦，结果你这些高层也完全不管他们如何努力的去维系这个邦交关系，你要操作政治，你要操作台独，你要操作虚幻的所谓外交成果，结果
果搞了半天赖清德连飞没办法飞出去，这个时候你就要反过来做选举，离2026年的选举还有半年以上，现在就在操作这种抗中保台。老实讲，去年2次大罢免之后，我认为一般民众对抗中保台已经非常的反感了。仔细听了那个刚才国台办的措辞，他并没有针对中华民国4个字去做回应，他回应都是台湾，没有什么总统。我觉得这个9二共识的默契依然还是在，而且呢，郑主席的政协会，我认为成果依然是留着的。我觉得这一次是有一点刻意，就连3问嘛，连3否嘛，那代表说我觉得国台办在上强度。而且国台办故意上强度，就是针对所谓的这个台独操作的手法，就是你用中华民国来包裹台独，我是不可能同意。中华民国不是拿来让你包裹台独的，中华民国是让你拿来支撑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基底。我认为他的逻辑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故意在对赖清德反向施压了，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那就像刚才萧副讲的，他可能不见得说他要你讲什么，而是他可能就跟记者说，等一下，所以这部分我们是可以回答，或者那大家就知道意思。因为在大陆做事情很看2个字，叫默契。这个默契就是大家可以，只要大家手好来好去，你自己感觉台办这次算是硬中还是带一点柔软？柔软是他刚才讲那个台湾的对外问题，只要遵守这个9二共识的话，对，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你爱怎么交流怎么交流。其实当然那个发言人张发言人，事实上我看他有是区别啦，就是他针对政治分歧的部分，他必须展现强硬的立场，所以他的脸这是直接讲台湾没有总统。可是之后讲到比较情感面、柔软面，跟习近平的讲话的主调是一致的时候，他就会恢复他的柔软。这个当然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这个很自然，只是说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就是在这种比较情绪性的一些当口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提问的用语造成他们的这样的反制啊，还是会伤一点情感。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场景，我认为应该是擦枪走火。有一些大陆的朋友哦，可能认知能力有一点低下，他就觉得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啦，中华民国不存在啦。来，我请问各位大陆的好朋友们，当你们看到有一些人在讨论两岸的这个场合的时候，一直跳进来说中华民国灭亡了，中华民国不存在了，你觉得这句话是在挑拨还是融合两岸之间的中华民族情感呢？我请问各位大陆的好朋友们，明理的这些大陆朋友们，所以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是非常厌蠢，对不对？我就觉得说这些就是低级红嘛。或许你们觉得你们很爱国，可是你们实际上干的事情其实是在伤害中华民族的情感，你们是在促进两岸分裂。对我来说，你们这些就是分裂主义分子。民进党被打脸最惨的是什么？外媒就去问了关于说这次民进党说号称受到大陆压力而进行改变态度的3个国家：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那3个国家说法是说啊，没有任何的批准，比如说摩里西斯叫毛里求斯，说没有任何的批准；塞西尔就塞斯，外交部说专机未取得飞越降落许可，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马达加斯加也证实啊，拒绝专机飞越，一开始就拒绝。所以到底是什么？因为总统府的记者会里面所讲到的是说，中国大陆以经济胁迫、强力施压之下，包含塞西尔就塞斯尔、摩里西斯、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3国无端取消飞航许可。谁讲的是真，谁讲的是假？突然之间峰回路转。如果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同意我们的专机的飞行许可，那这个表示我们的国安团队有问题嘛？那你如果没有邦交，你又没办法确认，那请问你拿什么来回报给总统说 OK 几天之后出访是绝对没问题的？我们国安局长都去了一趟，也都确认所有的环节都没问题，大家开开心心准备迎接赖清德总统飞到这个斯瓦蒂尼。而且照我的经验，我们在总统出访前，我们会开2次，至少2次以上是由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的层级主持的一场跨部会的会议。请问这2次最后的会议，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交通部、飞航单位有没有确认这几个国家的航段？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会议的过程？如果没有的话，我必须讲，赖总统啊，你的国安团队螺丝松掉了，你可能真的要开始紧张了。自由时报出了一篇报道啊，他说啊，我方远渡船到访斯瓦蒂尼友好的非洲国家，如南非、辛巴威、刚果、赖索托、莫桑比克、尚比亚、波扎那及坦桑尼亚，而且周围的国家将派官方代表前往驻，部分国家现任元首也会或现任元首预料赖总统渴望出席国家领导人或政要自然互动。
结果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这篇被删掉。1个小时前，自由时报独家报道，赖清德渴望多国领导人互动，然后1个小时后，赖清德宣布取消出访，迅速下架。这个有问题哦。的哪一个单位、哪一个高层去泄露这个不实的消息？那表示我们的国安单位、我们的政府高层在放假消息。台湾政府都没有拿出我们得到这3个国家的许可这件事情。但是你就会看说，我们从来没有拿出这个证明，可是当取消出访之后，立刻就说啊，我们拿的这个许可被取消了。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就很奇怪。你这样这件事之后就隐身了耶，隐身对，很诡异耶。而且那个记者会上也没有他嘛，就是潘孟安开的。对，理论上外交部长应该要在，结果是吴志忠在嘛，对不对？对，所以这很奇怪，这是一个讯号哦。所以我认为从周玉蔻的攻击到应该出现的场合没有出现，我认为林佳龙身为正国会的领袖，是不是跟赖清德的关系生变，或者是不是要为这次的斯瓦蒂尼事件要到最后要负责，或者是这个会影响到2028年民进党内的一些权力的先开打，我觉得都可以值得观察。这是2025年的时候，有台资厂在斯瓦季兰总投资累计超过1亿美元，然后呢，创造的是13000个就业机会。其实呢，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总共就22000，然后呢，台湾就创造了13000，所以其实是相当大量的。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斯瓦季兰它的出口很大一程度上是依赖台资企业的。这个是英国下一位图书馆对斯瓦季兰的描述了绝对君主制，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知道，也是一个这个也是同一篇文章他又讲说这几年呢开始有一些民间希望想要反对这个王权发出这个改革，因为现在斯瓦季兰它是有党禁的，也有报禁的，是不能够结党的。所以说它虽然有那个选举，但是呢，它的这个选举的它的这个提名很大程度上把持在当地的酋长，而斯瓦季兰呢，你知道他有好几个老婆，那大部分他的那个老婆都是来自这些酋长的政治联姻，对，所以相当于说这个国王他能够渗入到地方的议员提名的程序上，实际上他是能影响议员提名的，对，所以他的议会相当于彩色，他自己还有完整的这种任命权立法的驳回权他把握完整的那个行政权，然后又能涉入到议会，就是这个议员的选举当中，所以英国认为他是绝对王权嘛。斯瓦蒂尼呢，他的艾滋病盛行率超过1/4有一些统计甚至达到40%非常夸张这个，所以每年最重要的国家庆典，除了国王的双庆典礼，就是生日加上登基之外呢，就是他的选妃大赛。这是国家最重要的2件事斯瓦蒂尼长期以来被认为这个王室是压制老百姓发声的，然后呢，另外呢这个长期这打压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来讲就是不同意见的人士，所以在西方其实臭名是很昭著的不过呢，他透过这个高强度战对台湾确实也是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好处嘛。所以斯瓦蒂尼其实在整个非洲也是相当孤立的存在下一页就是台湾外交部的描述，王权是民主这个我操，很有创意，哇，整个晚上就为了这个很有创意，哇靠，原来是价值共同价值终于找到了，就是碍于西方压力，所以他把 democracy 加进去，所以就做这个他们就自创了 monarchical democracy。那你不敢讲真实的状况。Mona 跟 Demo 这2个字首是完全对立的存在。Mona 就是集中单一嘛，衍生成王权的意思嘛。Demo 就是民众嘛，所以它是分权的，民众是分权。这2个是从字首的意涵来说，这2个字应该算是反义词但不完全反义，但是基本是接近近似反义词。然后大家可以把它叠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外交部还可以写得这么理所当然。哇 ，CPU 都烧了 ，CPU 都烧了，唉。民进党百科这几年了，我们从什么开始学？疫苗嘛，干净的煤，新式核能，然后学怎么做口罩，瘦肉精什么是零检出，什么是被检出，马铃薯发芽有没有毒，还有这个核实，算到底有没有核，校正回归。
这个超买不算走私，类火车，这个也很经典，也是林佳龙搞出来的。在野独裁，垂直避难啊！天哪，有没有人做这个民进党专业百科啊？太强了。